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那今天呢，我们想跟你聊聊两个话题。话题一：中国频传无人机夜奔，喷洒不明液体，为了啥？话题二：中共武力犯台，登陆地点已定了吗？马上来看第一个话题：中国频传无人机夜奔，喷洒不明液体，为了啥呢？无人机在天空里喷东西，这喷的是啥呀？你们知不知道啊？最近中国许多地方都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有无人机3更半夜在空中飞行，并且喷洒不明液体，让各地民众是提心吊胆。绝对不是飞机，哪有那么快的飞机去？这绝对不是飞机，哪有这么快的飞机去？你看，是啊，你看这光了吗？看见了。我什么玩意儿啊？哇，打了个圈出去啊！从11月底开始呢，中国各地就陆续传出了民众拍到无人机夜半出没的消息。从中国东北的辽宁、内蒙到北京、华北、华南，再到广东、广西、贵州等地都传出这样的爆料案例。那如果您从地图上来对应的话，几乎是中国人口稠密的东半部地区都出现了神秘无人机的踪影。但这些无人机究竟喷的是什么？没人知道，官方也不说。他半夜喷的这个是什么？是疫苗还是打的消毒水？对我们人体有没有害？有没有相关了解的这个？大家出来讨论讨论，好不好？有些网友说这是在喷农药，有这个可能那如果是这种出现在野外或者农地上的无人机呢，就比较好理解，可能是农民利用夜间没人的时候在打农药，对吧？但问题是有很多无人机是出现在城市里，半夜在居民楼上空盘旋，喷洒不明液体，甚至呢还有被居民捕获的。那这一点呢，更是让人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在城市里喷农药是为了让党的韭菜们长得更茁壮吗？而且呢，还有不少网友反馈说他们在无人机喷雾之后呢，闻到了类似电线烧焦的怪味道，还有人闻了之后就开始头痛、发烧等等有没有知情的人可以告诉我，这个到底是在喷什么？如果真的是官方进行了消毒之类的东西，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提前告知附近的居民，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好，那这些深夜无人机到底在干啥呢？目前还不清楚，但估计不会是什么好事因为这件事情到现在至少有3个很反常的疑点第一呢，中共官方并没有通知人民。大家知道如果是官方要在居民区喷洒消毒水或者是什么化学药剂呢，肯定是得先通知居民的，几点到几点会打药，要大家关紧门窗，不要出门，对吧？但是这次全国性的深夜无人机呢，并没有这样的预警通知。第二呢，中共官方并没有大力的宣传邀功。那如果今天是官方为了人民的健康主动喷洒消毒水或者是驱虫驱蚊的，那么官方肯定会有人出来宣传邀功，或者是在媒体上、网络上主动的发文章、发视频来宣传，对吧？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看见这样的宣传。那第3个疑点呢，深夜无人机的现象已经出现半个月了，那民众的种种猜疑已经是满天飞。好多网友在弹幕上或者留言里头写着是中共对人民投毒或者放病毒，但是官方到现在既然没有任何的澄清或说明，连个辟谣都没有，那这一点是非常反常的。不过我们也发现，包括抖音等中共控制的网络平台呢，确实有在删除部分这样的视频。那这些无人机到底在喷什么呢？目前官方没有给说法，民间呢也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是呢，我们可以从逻辑上来推演除了喷农药之外基本上呢不外乎是2种可能。第一是消毒或者是防疫，在都市或居民区里头呢，半夜喷洒不明液体也许是为了大规模的公共消毒，来防范新的疫情爆发。毕竟呢，现在中国国内的甲型流感疫情已经非常严重了，中国呢已经有17个省达到了高流行水准。那光是北京就有超过1200万人感染了甲流，也陆续传出病死案例。而且冬天是流感的高发期，许多学校也开始要求学生要戴口罩了。
所以，如果官方想要减少人民的健康风险，为人民做好事，才派无人机在深夜消毒，那这不就是个德政吗？但如果是德政，那为什么要偷偷摸摸不敢吱声呢？那如果无人机真的是官方要消毒防疫，但是却又不敢公开说，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波疫情已经非常严峻，甚至呢有比较高的致死率，所以官方不敢张扬，怕人民恐慌，更怕让陷入通缩的经济是雪上加霜。那第二种可能性呢，就像许多网友推测的，是中共对人民在投毒或者是布疫。那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哦，一个政府怎么会对人民下毒呢？但是上次的疫情传出了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外泄病毒之后，许多人民已经对中共提高警觉。毕竟共产党是没有人性、没有道德底线的，为了达成斗争夺权，什么都可以武器化，他们叫做超限战，超越界限的战争。不过呢，是不是投毒或者是散布疫情这个要很严谨的查证，毕竟这是很严重的指控嘛。那我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确认。那没有直接证据，那我们就试着反向推理。那现在中共有没有制造大规模疫情的动机呢？也就是说，如果造出新的疫情，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当然有好处了。第一呢，现在中国经济是非常萧条，房地产价格也崩跌了，失业人口非常多，所以有很多农民工已经提前春运返乡了。而城市里的商家失业人口也充满了许多民怨。那这时候中共最害怕的就是民怨升级成民变。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再来一场大的疫情的话，那北京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再来一次动态清零全国封城封控，这样呢又可以禁止人民的集结往来，来压制民变的发生。第二，现在中共在国际上是越来越孤立，不止跟日本闹翻了，美国要收它高关税，就连欧洲都警告中共要调高关税了。那说白了，中共已经变成了被围殴的战狼。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再复制一场大的疫情，把疫情输出到世界各地，那不但呢可以立即转移各国政府的焦点，从外事转向内政，还可以削弱各国的经济实力。那这种超限战呢，在中共眼里可是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的转机了。不过目前为止呢，我们还不清楚这些深夜无人机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是防疫呢，还是布疫，还是其他呢？那如果您有任何想法呢，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但是我们要提醒两岸的朋友们一定要慎防中国的甲流疫情以及其他可能随时爆发的疫情。毕竟中共政治局2个常委，国家副主席韩正和中纪委书记李希呢，最近都消失了老久，估计呢很可能都出现了严重的健康问题，说不定就是被疫情给撂倒了。好，我们休息片刻，跟您分享一个好消息。没错，就是我最喜欢的艺术团体神韵艺术团又回来了。神韵2026年的全新演出，下个月就要展开全球巡回。那神韵在2025年有8个艺术团在全球24个国家、近200个城市演出了800场，现场观众超过100万人，获得各界精英的赞赏好评。那现在神韵全新的2026年节目马上要在12月18号率先在法国登场了。那虽然神韵还没到，但法国已经提前卖出将近20万张票，许多城市都已经被抢购一空。那为什么神韵这么吸引人呢？看神韵会给您带来哪些收获和人生改变呢？我们在上一集节目里头已经做了介绍，您可以找来参考。那您可以到神韵官网查询，看神韵何时到您的城市演出。还有一个好消息，只要您购买美国境内的演出门票，在神韵官网上输入这个优惠码 NTDTH26 NTDTH26 就可以免去买票的手续费，还请您多加利用。再来看话题2，中共武力犯台，登陆地点已定了吗？日前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说中共以2027年完成武力统一台湾为目标，引发了朝野热议。那后来赖清德进一步厘清说不是中共一定会在2027年犯台，而是2027年会完成武统台湾的准备。那其实这一点没有什么好争议的。我们过去就分析过，2027年是中共建军100年，也是习近平要在21大连任的关键年。
所以习早就要求共军要在2027年完成进犯台湾的武力准备。只是呢，我们也说了，这是个建军目标，不是动武时间。具体的动武时间呢是滚动的，会随着中共实际备战状况以及国际局势而调整。但是有一个问题呢也很值得我们注意，就是中共如果武力犯台，会选在哪里登陆上岸呢？12月6号，《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分析了两岸开战的局势。那文章说，如果中共真的对台湾动武，大致会分成3个阶段。第一阶段，发动大规模导弹空袭，削弱台湾的防空与指挥系统，瓦解台湾的防御意志，同时为后续的2栖登陆战开路。第二阶段，渡海登陆，运送数十万兵力登上台湾。第三阶段，突破滩头，向台北推进，在最短的时间内占领台湾。好，那大家知道这3阶段最困难的是哪个吗？没错，就是第2阶段的渡海登陆。因为呢，台湾海峡的天候跟海象有太多不确定因素比方说夏天有台风，那每年的10月到隔年的3、4月呢，又有强劲的东北季风，海象是很不稳定的。而且呢，台湾海峡有100多公里的宽度那共军渡海的过程一定会被台湾或甚至是美方的导弹锁定攻击，会死伤惨重。而且台湾西海岸是沙滩，水很浅，所以共军的大型运输舰是没办法靠近的，一定得在离岸1000米的海上呢，让军人换搭吃水浅的小船，才能够抢滩登陆。但是这个换乘接驳的过程也一样很容易被锁定扫射。所以《华尔街日报》说，中共如果犯台，将是史上最艰难的2栖登陆行动。而美军印太区司令也说了，这会是一场地狱景象。好，那假设真的中共能够顺利渡海的话，那中共会选在哪里登陆呢？《华尔街日报》认为是北部的桃园地区海岸线，也就是大园、观音、新屋一带的海岸线。因为呢，放眼全台湾几乎都是不利大军登陆的地形东海岸虽然水深，但是海岸旁边就是高山，不利登陆。而西部沿海几乎都是狭窄的沙滩，那加上水浅，没办法一口气送上太多的兵力，所以处处都是高风险地带。那如果从南部登陆，那即便成功了，还得驱车4、5个小时，把大批的兵力运到台北来展开斩首战。那这样呢，沿路变数太大，后勤补给线拉太长，会有太多的危险，所以呢，不如冒险直接攻上桃园的海岸。那如果成功了，就可以马上占领桃园机场，接着拿下台北港，这样呢，就可以让中共的大型军舰、运输舰进入台湾，然后呢，再把大军沿着淡水河谷送进台北市区，完成斩首占领。好，这是《华尔街日报》的研判预测，确实挺有道理的。不过呢，我必须说，这条路线虽然距离台北最近，但是可能离天堂会更近。因为呢，熟悉桃园海岸的朋友都知道，这一带的海岸虽然是沙岸，但是沙滩都很狭窄，而且呢，沙滩旁边不是树林、公路就是农田，而且呢还有小山丘，几乎没有什么掩蔽，是易守难攻的高风险战场。那人员一上岸呢，就很容易被狙击或者扫射。那其次呢，台湾海巡跟陆军总部都在桃园有重兵，所以呢，台湾势必会严密防守桃园跟淡水河口这2大登陆地点，来防范的中共首都斩首战。所以说呢，不管中共选在哪里登陆呢，只要是一出兵犯台的话，就会面临巨大的伤亡与损失。那如果美国与日本又介入协防台湾，那么中共拿下台湾的胜算就会大大的降低，甚至呢还可能吞下败战。那这样呢，习近平的2027连任之路就会飘摇莫测了。好，今天聊到这里，感谢您收看，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次再会。